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行好运，一生衣食无忧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大佬发现身边很多人婚前运势平平，但是在结婚后却好运不断，不仅婚姻幸福美满，事业也蒸蒸日上。其实这些都与一个人的面相有关。那哪些面相特征的人婚后运势会越来越好呢？跟大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一、天仓开阔饱满。天仓就是太阳穴位置，位于眉毛尾部和发际之间。天仓代表的是祖业，也就是父母或者祖辈留下的财产，也或许是青年时期自己累积的财产，是上天赐予的财富。一般天仓部位开阔饱满的人，无论男女，头脑都很聪明，善于谋划，财运也好。无论从事怎样的职业，都可以获得丰厚的财富。而且他们结婚以后财运会越来越好，可以通过另一半的支持而获得更多的机会。在事业方面很有成就，日子过得富裕，钱财不愁。二、眉眼之间宽阔饱满，无疤痕。眉毛和眼睛之间的位置被称为田宅宫，也就是主管田地家产的，也算是家庭宫，代表着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。如果田宅宫位置窄小低陷，颜色暗淡无光，一般都表示家庭环境不太好，或者是家宅破败，没有过多的积蓄。相反，如果田宅宫位置宽阔饱满，颜色红润光洁，没有大的疤痕和恶痣的话，家庭环境都很不错，一生财运也好，能够有所成就和积蓄。尤其是结婚以后，财运会越发好起来，能够得到另一半的支持和帮助，家里的经济条件自然也不会差。三、眉毛清秀细长。在面相12宫中，眉毛为兄弟宫，也称作保寿宫。一般眉毛清秀细长，而且毛发细软光洁的人，脾气好，心地善良，品行端正，无论是在婚姻生活中还是职场中，都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选。他们本就非常乖巧，对父母长辈们也特别孝顺，结婚以后更是能够得到爱人和家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。他们的财运也不错，一般都可以靠着自己的实力创造出更好的生活条件，让家人的生活过得幸福美满。四、耳朵大并且耳垂厚实。耳朵大并且耳垂厚实的面相是非常有福气的，这种面相的人生活中衣食无忧，福荫庇佑，运势稳定，事业和财运一生都贵人多助。特别是成家立业之后，不需要付出太多辛苦，家庭生活就很稳定富有，财源旺盛，事业发达。五、鼻梁端正，准头有肉厚实。人们常说看福在鼻，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没有福气，日子过得怎样，无论先天还是后天，都可以通过鼻子看出来个7、8分。如果鼻梁端正，准头有肉厚实，且表示此人赚钱能力强劲，而且很聚财，不会乱花一分钱。结婚前可能没有特别突出，但是结婚以后财运会更好，能够得到另一半的大力支持，对方也很旺财。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能力强劲，婚姻幸福，能够娶到一个贤惠的老婆。这种面相的女人也能嫁到一个如意郎君，并助对方一臂之力，日子过得富裕，钱财不缺。六、嘴唇厚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富贵在口，如有唇珠更富有。这句话十分形象地指出了嘴巴和一个人的富贵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嘴巴厚实有肉，而且大小适宜的人，心地宽厚，粗中有细，心灵手巧，有较强的观察力和分辨能力，财运也不错，家庭条件优越。这种面相的人祖业殷实，父母能力也很强，小时候有机会得到好的教育，成年后就有自己的事业或者相对好的工作。
他们结婚以后财运也是越来越好，夫妻感情和睦，家庭经济条件也很好，生活富裕。7. 下巴圆润有肉。下巴在面相学当中被称为作是地格，代表着中晚年的运势和财运。下巴圆润有肉的人一般都比较注重物质享受，他们看重家庭生活，事事以家为主。这种面相无论男女，性格都比较温和，心地善良，乐善好施。结婚以后财运可能会更好，也会得到另一半支持和帮助。他们天生就很有福气，从小就没受过什么委屈，钱财不缺，结婚以后更是如此。女命嫁得好，男命娶得也好。总之，这种面相特征的人，年纪越大，也就更有福气和财气。8. 男国字脸，女瓜子脸型。男的国字脸型会比较努力，为人稳重，责任感强，婚后就会对自己的老婆孩子负责，非常努力，事业和财运都因为努力而取得成就。瓜子脸则是上部略圆，下部略尖，形似瓜子。瓜子脸给人的感觉就是清秀好看，是女性当中比较好看的脸型。这种脸型的女人容易嫁给有钱人，因为婚姻而富贵。9. 事业线越过智慧线。在手相中有2条看事业运势的手纹，分别称为事业线和成功线。这2条纹路不是与生俱来，而是人长到一定年龄以后才出现的。事业线掌管的人的经历、生活和事业过程，纹线越直越清明，表示事业运势越好。成功线以短而有劲为佳，表示容易受到赏识或人缘好，容易成功。对女生来讲，假如事业线冲过智慧线，同时还有成功线出现，表示她在婚后能够得到老公的支持，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业，以致飞黄腾达，运势比婚前还要好。有以上9种相学特征的人，婚后大多能大富大贵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这样的好命。如果想要自己也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，自然也不能少了个人的努力。而且随着个人的努力，人们的面相也会发生一些转变。如果面相能出现以下4种变化，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大富大贵的生活即将到来。1. 下巴由窄变圆。面相与财运息息相关，下巴生得窄不属贵格，主晚年运势较差，财运容易散财不聚财。纵然年轻时拥有财富，晚年也会流失，但是这种人有的时候会随着时间的变化，自己的身体胖了起来，下巴从窄变圆了，那说明自己的运势也会改变，财运也会有所收获，会得到富贵。那么到了晚年，即使不能富贵，也能衣食无忧。2. 发质粗枯变柔滑。在相学里一种说法，如果头发过密，则是一种压运的表象，对自己的财运会大打折扣。那么头发浓密且又粗又硬的人，比较辛苦劳碌的财富难聚。但是有人通过后天的努力，将头发适当的进行保养，使其柔顺亮丽，有助运程的调整，对自身的财运也有所提升。3. 财帛宫后添长痣。有的人本来在出生时脸上没长什么东西，干干净净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，后来脸上就开始长一些痘或者是痣。本来财帛宫也就是鼻子是主人的财运，之前财运比较不错，但是鼻子上面若是长了痣的话，那么其自身的财运就会改变，鼻子上长痣会有破财的运势。4. 牙齿不齐变整齐。有的人牙齿长得参差不齐，在相学里认为牙齿不整齐并且非常疏而且尖的人，这种面相对自己的财运不好，易漏财。中国人有财大气粗之说，而气便是财。有这样面相的人，牙齿闭不起来，那么主钱财一定往外流。
生活中有的人通过后天的努力把自己的牙齿纠正齐，那么这样一来，自己的财就不会外露了，自己的形象也美观了，人际关系也会变多，自己的财运也就会财来运转。在人生中，我们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，难免会有时运不济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运势都是不同的。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早年得志，可是到了中年时期，运势却容易下滑，甚至会贫困潦倒。从命理角度分析，这些与一个人的面相密切相关。当一个人的面相出现了以下特征时，则代表你中年可能有破财危机。一、鼻头翘，颧骨高而有肉，臀部扁平。这类男人野心比较大，有领导才能，并且善于交际。在30岁前，大多能凭借自己的特殊才能而取得事业突破，且投资运旺，财运佳。但42到45岁，且易因配偶的关系，或是某些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，使事业一落千丈，财运也会弱很多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聪慧，做事也有分寸，且判断能力强，在27到29岁的财运极旺，无论正职还是副业投资，大多能顺风顺水。但40岁后，则易因运势不佳而出现严重漏财，且45岁后大多容易有财务纠纷。2、桃花眼，鼻梁高挺，左眼角有疤。这一类男人异性缘佳，也比较聪明，在事业中容易依靠异性的协助而有所发展。在31到33岁之间，他们贵人运佳，大多能通过某些特殊关系获得晋升，财运旺。而在43到45岁，则容易因桃色纠纷，或是另一半关系不和，而导致财运变弱，晚年比较贫苦。此面相的女人懂得利用人脉进行赚钱，且适合创业。创业者大多在35岁前便能取得不错的成就，但42到44岁则易因他人重伤而导致破产。3、天庭饱满，凤眼，下巴有疤。这一类男人比较有霸气，做事干练不拖沓。28到32岁间是其事业上升期，已有收获。若是从政，大多能迅速晋升，财运不弱。但在44到47岁间，则易因某些亲戚或是另一半的私事使名声受损，财运也会因此而变弱。此种面相的女人头脑睿智，遇事镇定，做事也大气，懂得如何与人交际。在26到30岁之间，贵人运佳，大多能依靠长辈协助事业扶摇直上。而在41岁后，则因投资失误而破产，晚年比较坎坷。4、眼珠圆，皮肤白皙，左额头有疤。这一类男人比较感性，长辈缘佳，做事比较中规中矩，不会背后算计他人。在31到34岁间，亦因某些特殊的机遇而遇晋升机会，财运颇旺，投资副业者大多能大有收获。但是在42到45岁间，则易因某些小人背后重伤而事业下滑，财运极弱。此面相的女人人缘佳，做事也有计划，懂得忍辱负重。在33到36岁间，事业运佳，若创业大多能够取得不俗的收获，且事业发展迅猛。但43到46岁期间，则易因婚变或是其他家庭变故而导致事业重创。5、眉骨高耸，眼睛有神，腰部无肉。这一类男人适合自己打拼事业，因为他们善于规划且执行力强，号召力也强。在30到34岁间，大多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某些行业的领军人物，财运旺。但在45到47岁时，则易因孩子、配偶的问题而破财，晚年也难以安稳。此相的女人领导力强，做事也沉稳，但是容易让人有压迫感，感情之路不会太顺。36岁前事业上大有收获，财运也旺，但在43岁以后则易漏财，不宜投资，
否则易破产。6. 双眉疏秀，耳轮大且长，眼袋大且眼周有疤。这一类男人求学运不俗，学历大多不低，能够靠脑力来赚钱。29到32岁间事业运极旺，且有跨国发展的机会。财运则在32到36岁时最佳，积蓄不会少。但是46岁以后，因身体或是家庭纠纷而严重破产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较为低调，但是能力强，在33到35岁间事业亦有突破，财运极旺。但是43岁以后，则易因他人重伤而导致事业一落千丈。7. 天仓丰满，唇色红润，脸颊瘦削无肉。这一类男人早年有福气，在35岁前，无论事业还是爱情都会顺风顺水，且财运旺，有得横财的命格，大都能在40岁前取得他人羡慕的事业成就。但在42到45岁间，则极容易因官司纠纷而破财。此面相的女人明辨是非，不会斤斤计较，善于投资，大多在37岁前便有机会靠自己能力成为富婆。但是44岁以后，则易因轻信他人而导致破财。8. 鼻头圆润，脖子修长，大腿无肉。这类男人36岁前是颇为聚财的，无论是正职发展或是副业投资，都能取得高收入，且能够利用人脉让事业扶摇直上。34到36岁间财运极佳，大多能够生活富贵。但是在46到48岁间，则易因意外而奔波，财运也会弱。此相的女人容易嫁入豪门，并且在40岁前大多生活无忧。但45岁后，则易因另一半的变故而导致感情受挫，晚年生活将大不如前。9. 头发乌黑，眼睛细长，肩部圆隆，鼻梁有疤。这一类男人重情义，不会算计他人，且执行力强，能够成为团队的领头羊。在30岁到34岁之间，投资运佳，能够获得较多财富，且名声会好。但是在47岁到49岁之间，则易容易事业变动而导致严重漏财，晚年纠纷也多。此相的女人胆大心细，善于分析，做事比较沉稳，在管理方面有过人的长处。33到37岁间贵人运佳，事业易取得突破，且偏财运也旺。但是在45到46岁间，则易因某些纠缠不清的家事而导致漏财。10. 鼻扁唇薄，人到中年往往想创业，偏偏鼻梁低而不直的人，天生没有贵人相助，犯了创业大忌。如果再加上鼻翼薄而鼻孔外露，此人天生财运欠佳，40到50岁还可能倾家荡产，负债累累。上唇下陷，嘴唇太薄而不端正，开口闭口也几乎看不见唇形的人，一样是三餐不济，穷到周身债。11. 耳削下巴尖，下巴兜兜和耳珠圆圆，代表有晚福。相反，下巴尖尖削削，没有多少肉，耳朵又没有耳珠，而且耳垂似足刀锋尖削，晚年十分凄惨。尤其是55岁之后，就算不会穷到去要饭，也会依靠接济来维持生活。人们常说相由心生，人的心性影响着面相，而面相又是运势吉凶的最直观反应。所以归根结底，人的运势好坏其实是受自己心性所影响的。如果人一直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心态和善良的品质，即使先天的面相不佳，慢慢的面相也会变得柔和，并且多福多寿。如果人不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，为人处事斤斤计较，事事以利益为先，那也会使原本很好的面相慢慢变得缺陷多多。古代面相算命之说由来已久，面相是一种透过观看面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民间学问。常言道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好的面相自然能让人有好福气、好运气。反之，败相的话，
自然会把运气给赶跑了。那什么是败相呢？大佬今天就来分享一些败相的特征，希望你一个都没中。一、头小。所谓头小，也是相对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来说的。如果一个人的身子长得较为宽大，头比较小，整个身体的比例看上去不是很匀称的话，男人如此则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但是婚后会对妻子的运势造成一定的阻碍。而女人如此的话，自身事业发展不错，个性比较强，容易对丈夫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影响。男子仿父，女子仿夫，家中容易出现一强一弱的现象，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和顺利。脸小，额头窄。而脸小则是相对于整个头部而言，如果头部长得较大，但是脸型较小，额头尖窄的话，整个脸型看上去就会显得单薄无视。首先来说，这种人一般家世和出身一般，很难得到来自于家中的扶持和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。很早的时候便不得不进入社会闯荡，而且智慧有限，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，想要获得成功，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出很多的辛劳才可。眼睛小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心理和交际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长得狭窄而窄小的，这种人一般小聪明比较多，但是缺乏大智慧，考虑问题时目光也比较短浅，只注重眼前的理智，不注重长期的发展和效益，容易因小失大，经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与他人发生矛盾，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人缘比较差，经常容易得罪人，而且喜欢一意孤行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所以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。耳朵小。耳朵在面相学为肾之外窍，主一个人的寿命、健康、智商和福气。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较为薄小，没有耳垂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肾气不足，身体健康状况欠佳，容易受到疾病困扰，而且智商不高，心性不够坚韧，做事缺乏坚持，思考力和判断力都比较差，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就会显得焦头烂额，不够冷静和理智，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气，所以一生劳碌辛苦，却难有作为，寿命难长。鼻子小。鼻子在相学中也称财帛宫，主管着一个人的财运、财库、财路和蓄财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较小，或者鼻翼偏小无视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小心和谨慎，对自己缺乏自信，缺乏决断力和魄力，遇事总是畏首畏尾，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，而且理财能力比较差，挣钱比较困难，即使能挣得一些钱财，最后也很难守住，一生的事业财运和仕途运不佳，难有什么大的成就。嘴巴小。嘴巴是一个人说话吃饭的重要部位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交际能力和享受欲，在相学中称为出纳宫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对待金钱的态度和钱财进出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较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内向和保守，做事谨慎小心，缺乏气度和勇气，遇到困难就容易不知所措，个性方面也比较孤傲，有着很强的自我优越感，人际关系不是很好，花钱时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俭，也没有储蓄和理财的观念，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，与大富贵无缘。鼻梁骨突出。鼻梁为极恶宫，代表一个人的自尊自信。面相学中认为，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骨突出，则说明其人是天生反骨。鼻梁骨比较突出的人太过于狂妄自大，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就算别人是为他们好，
提一些建议或意见都不会听进去。这种人最擅长的一条路走到黑，别人的劝诫他不在意，等到最后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也没有人会伸出手帮忙。眉毛杂乱，若是一个人的眉毛稀疏杂乱，则说明其人的心思很重。面相学中认为，眉乱则心乱，这种眉相的人猜忌心重，对别人都比较不信任，只相信自己，不会轻易去接受别人对他的好，还会怀疑他们另有所图。他们这样的想法不仅寒了别人的心，也绝了自己的路。单靠一个人去闯荡，最后什么都干不成事儿，还会给自己惹一身麻烦。腮骨外凸，若是一个人两腮无肉，这样就会显得腮骨比较突出，而腮骨比较大的人野心强，欲望大。他们这种人的欲望往往体现在生活方面，喜欢吃喝享乐，说好听点是懂得享受生活，说难听点就是混吃等死。就算他们能从家里得到丰厚的财产，也会随着自己的挥霍无度而坐吃山空，到最后生活会过得很不如意，生活拮据困难。即使这样，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有错，而是会责怪身边的人。胡须过硬，不管男女，胡须过分旺盛过于蓬乱都不是好事。男人胡须过分旺盛，毛发过粗过硬，容易性情粗暴，像李逵张飞一样性情极端，酒后闹事儿，克妻克财。女人胡须旺盛比较明显，包括体毛粗黑而硬，明显的阳性过激，容易性情极端，克夫之命，家庭很难和谐。眼睛无神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其人心里最真实的情感。若是一个人的眼睛大而有神，清澈明亮，并且黑白分明，那么这种人一定是心地善良，为人正直。但如果眼睛无神，眼神游离不定，看起来给人一种精神不振的感觉，说明这种人缺乏自信，没有主见，很难获得一定的成就，无法积累金钱。即使通过加倍的努力获得一些财产，也会因为一些原因白白流失，生活过得比较穷困潦倒，久而久之也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。有以上特征的人，通常运势都不是特别好，但并不是决定的。如果通过后天的努力也能改变这一情况，希望大家可以正确看待。多人认为长相越漂亮的女人越容易出轨，而事实上这是一种谬误。出轨真的和美丑无关，有些丑人多作怪，有些丑人总有更丑的人盯着。那么出轨到底和女人的面相有没有关系呢？自然是有的。今天大佬就来跟大家分享容易出轨的女人有哪些面相特征。一、桃花眼。所谓的桃花眼就是眼睛外面较高，里面较低，整个瞳仁往上倾斜，眼神迷离，似笑非笑，看起来十分迷人，很招人喜欢。有此面相特征的女人长得很好看，眼神勾魂夺魄，桃花旺盛，感情丰富，异性缘分特别好，无论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，都容易有男人主动献殷勤。而这类面相的女人自控能力比较差，不懂得拒绝，但凡是有了男人主动勾搭，她们都是来者不拒，完全不会估计自己当下的身份，因此也就有了出轨或者脚踩两只船的表现。二、两腮粉红。两腮也就是脸颊的两边，如果都是粉红色的，看起来好像涂了一层薄薄的胭脂，在面相学中称为桃花面。有这种面相特征的女人，长相出众，头脑聪明，爱打扮，能说会道，妩媚动人，是很多男人都喜欢的类型。这样面相的女人桃花运极好，无论年纪有多大，自己身份是怎样的，都有一些异性主动追求，再加上她们自身也比较享受被人捧在手心里的感觉，所以基本上也是来者不拒。耳廓外翻。我们一般人的耳朵轮廓都是往里边卷起，
而有的人的耳朵轮廓偏偏往外翻。如果女人的耳朵轮廓是往外翻的，那表示此人思想开放，热情似火，表现欲望极强，喜欢强出风头。有时候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会很做作，也会特意表现自己。他们和贞操观念淡薄，对待感情比较随意，通常是见一个喜欢一个。只要遇见条件好一点、长得不错的男人，就使劲的往上贴，不把感情当回事儿。虽然说他们能力是不错，又很聪明，很能干，但如果娶回家是要担一定风险的。4. 下巴溜尖儿。虽然说以现在的美容角度来看，下巴尖尖称作是美人胚子，很招人喜欢，可是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，下巴尖的女生都比较命薄，尤其是到了晚年，运势急速下降，可能会受到很多波折或是病痛折磨。有此面相特征的女人楚楚动人，在年轻的时候有些放荡不羁，把感情不太当回事，比较喜欢享受，注重物质条件。只要是能够给他们带来优越生活条件，他们就会主动献媚，花心滥情，很难真心实意地爱一个人。5. 人中细窄弯曲。在面相学中，女人的子宫机能及子女缘一般都是藏在人中的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生得过于狭窄，并且弯弯曲曲的，还有细细的红血色，那么说明此人欲望强烈，比一般人更加需要性生活，而且他们的子女缘分浅薄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女人天生就比较妩媚动人，风情万种，很是招男人喜欢。无论走到哪儿，身边都有形形色色的男人围着打转，哪怕是已经结婚，对自己的生活也不检点。他们把男女关系看得很淡，缺乏责任感。如果哪个男人娶到了这样的女人，恐怕一辈子难有幸福。肩门低线，肩门就是在太阳穴的位置，在面相学中又称作为是夫妻宫，专管婚姻和情感。一般来说，肩门干净平滑饱满者，主婚姻幸福美满，家庭和睦，子女孝顺。相反，如果肩门遭到了破坏，或者肩门位置低陷，那就表示此人情感不顺，婚姻坎坷。如果女人的肩门低陷，比较容易出轨，自己的老公似乎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。再加上他们本身对感情也不是很在意，意志力薄弱，只要外界稍加诱惑，他们便会陷入其中，无法自拔。这样面相的女人通常缺乏主见，容易被人套路，尤其是在男女关系方面，别人3言2语就能把他们成功诱骗。以上这些是先天你容易出轨的面相特征，而面相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。但若是当脸上出现以下4种细微变化时，也表示此人有出轨的征兆。人中有细线，鼻子下的一条沟，相学上叫人中，鼻口交接处为人中，代表着男女的结合处。相理上则用人中去观察一个女人的忠贞与否。当观察一个女人的人中时，如发现上面有一条横长赤色如蜘蛛线的细线，这就可以知道庐山真面目了，很肯定这个女人是红杏出墙了。山根有黑线，鼻是主管嗅觉的，而嗅觉的强弱则与生殖腺息息相关。纵欲过度，嗅觉会变弱，甚至失灵，进而影响鼻上肌肉及皮肤细胞，以致组织松弛，反光不强。故不守妇道之人，在山根部位有一条黑线连住左右眼。泪堂黑色，眼睛下面相学上称之为男女宫或是泪堂。泪堂隆高的女人性能力强，富有生命力，发育充分。泪堂部位如果呈现黑色，此为放纵过多所致。4. 夫妻宫呈青红色，眼角鱼尾位置相学上称为夫妻宫。偷情的人夫妻宫处会呈青色
或是生黑斑、黑点，或有青红的线纹，这种情况寡。而酒咒偷情后，表现者更为鲜明。如果你或者你的女朋友、你的妻子是容易出轨的女人，如何避免出轨呢？提醒朋友们，任何事情都是内因环外因相结合，才会真正发生。因此，需要我们平时留意女人自身的流年如何。即使说流年不同，也会使容易出轨的女人发生不同的情况。再者，最好还是根据女人自身命理佩戴相应的吉祥物，如此来避免烂桃花的不断盛开。最后要调整屋宅风水，特别是卧室不能随意为之。经过相应调理，即使容易出轨的女人也相对较少发生事实。反之，即便是那些老老实实的女人，一旦情况允许，也可能由不容易出轨到一触即发哦。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，需要我们细心领会和调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